同学，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个电土爆炸所造成的一个案例我们来将这个爆炸案做个简单的分析好了，根据这个报纸的报道了那有一个这个透天厝它传出了这个气爆的案件。那这个我们去了解了一下，这个气爆案它发生是在这个民宅的这个骑楼这个部分突然间传出了一个爆炸声音，然后就把这个铁门玻璃也都炸碎了、炸裂了那经过调查了以后原来是这个住户他在这个冰箱里面放了这个香蕉，那而且他还放了这个电土进行催熟所以这个就因为这个电土产生了这个乙炔的这个气体那跟香蕉造成催熟这个过程中这个产生了这个爆炸那这个案例以前也发生过那这个最近这几年比较少见，然后渐渐今天突然又发生了这个案例。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场它爆炸的状况那同学可以看到了，那爆炸完了以后，它这个门窗有没有都炸碎了那靠近右手边这边那它冰箱应该是摆在这个位置了那也都炸得到倾倒，都炸得乱七八糟了那我们去看现场，这是爆炸以后的情形。那它爆炸以后就没有发生燃烧就爆炸一下就结束了这个案件结束。那我们从侧面来看你也可以看到后面这些有一些爆炸的痕迹，这个都炸碎了都炸碎了。那这个柜子都往外倒塌，所以我们会研判这个起爆点你看这个门往这个左边的这个方向倒塌了这个柜子往右边的方向倒塌了，所以那起爆点就有可能在这个蓝色这个筒子这个附近蓝色筒子这个附近就有可能是起爆点。那起爆点爆炸的时候东西会往四周分散所以中间那个地方就有可能是起爆点。好，那我们再把它详细的看一下现场状况。那我们来看到了这一桶东西啦看到这桶东西这有点类似灰白色的这个粉末里面有夹杂了一些有点液体，有没有？所以同学可以看到它喷溅在这个板子上有一些液体的那甚至于地板上也都有地板上也都有。那旁边还有看到很多香蕉，有没有这个香蕉都还绿色的表示都还没有办法吃那图片上的这一锅这一锅里面白白的这个东西，这个就是所谓的电土那它用这个粉状的粉状把它磨成粉末状的就是我们俗话说的点头就是点头。那有的人会把它说是电石电灸或是电土电头这个都有人说了这个其实它都是同样的一个东西这个是现场爆炸的状况，所以这个祸首就是这个这锅的电土了那这个电土就放在冰箱里面冰箱里面OK，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电土了电头所以我们台语会讲说电头了那你可以看到它也有这种类似这种块状的状况新闻报道里面有那这种类似块状的这种状况那也有粉末状的那你在一般的五金厂其实就买得到了一般的五金厂就买得到。那农民通常会用这个电头去这个催熟香蕉去催熟香蕉催熟其他的水果也都有了好，那我们就来关心一下什么是电土什么是电土那电土或者是这个电石电头电灸啦那其实它是化学成分的主要成分称之为这个碳化钙碳化钙那碳化钙它有另外一个名称就叫做乙炔钙乙炔钙因为它还会产生乙炔嘛那它的化学式这个 CaC2 两个碳跟一个钙它一个结合两个碳跟一个钙一个结合那它联合国编号呢1402联合国的这个物品的编号1402。那它是一种灰白色或这个绿色的这种粉末状或块状的这种固体啦。那它平常它会有一点点那种大蒜的味道因为这个电土它本身是个混合物嘛它除了主要的成分是碳化钙以外，它还有一些其他的成分比如说像是硫这种成分，所以它本身就有一点点大蒜的味道
那我们在工业上，我们把这个电土啊拿来做什么用途呢？最主要是跟它乙炔产生这个乙炔来使用的。所以我们要制造乙炔的时候会把这个电土加一些水，让它起反应。那起反应了以后，产生了乙炔气体所以起反应的时候都有两个反应的方程式同学稍微看一下那下面这个是碳化钙加一个水产生这个氧化钙还有这个乙炔的气体这个是水比较少的时候那这个碳化钙会跟水反应产生一个氧化钙。那你如果使用较大量的水水把它加多一点大量的水，那它还是一样会产生乙炔气体还产生乙炔气体。但是呢，那这个时候呢，反应呢就变成了氢氧化钙氢氧化钙，它就不是氧化钙变成氢氧化钙。所以这两个方程式同学要稍微记一下简单记一下那这个东西就是它制造乙炔气体的这个主要的反应方程式OK， 那实物上呢很多农民就拿来把乙炔拿来做什么做催熟水果啦那碳化钙接触到水会产生乙炔气。那乙炔跟这个乙烯它同样都有催熟这个水果的功能这个功能这种效果所以你看到右手边的相片，你会看到这个绿色的香蕉放在这个保丽龙箱子里面，有没有？那右下角这里有一个小小罐的这一罐这里面的一个那个塑胶瓶里面放了几块的这个那个电图点头然后上面再用这个盖子把它盖起来把它封起来那可能过一段时间这个释放出乙炔气那乙炔就让这个香蕉就成熟就比较快成熟大概农民都是这样做的啦农民都是这样做。那他这个案例他就把这个乙炔跟这个香蕉直接丢到冰箱里面去了丢到冰箱里面去这就有点危险性的OK， 那我们来看一下碳化钙碳化钙在我们公共危险物品管理办法里面，它是列管的物质那同学注意一下，它是属于第三类的进水性物质第三类，我把它标红色的第三类的进水性物质那编号在这个第10这边，钙与铝的碳化物所以钙嘛前面第一个是钙，钙与铝钙或铝啦，钙或铝铝的碳化物也可以或者是钙的碳化物。那所以我们这个碳化钙就是钙跟碳两个碳化起来的碳化物嘛所以它的这个属于进水性的物质所以它不可以碰到水不可以碰到水，碳化钙的部分。那它的管理呢它分级在第一级10公斤10公斤，管制量只有10公斤很少这个量很少同学大家注意一下。OK， 那碳化钙产生的乙炔加水产生的乙炔以后这个乙炔呢跟我们的消防有没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那可以看到这个公共危险物品跟可燃性高压气体这个管理办法里面那第4条，可燃性的高压气体它包含了乙炔气，有没有第二点第二点它包含了乙炔气但是呢，它这个要求是在这个常用温度或者是15度以下压力到达这个2公斤以上的这种压缩的乙炔气我们才把它列为这个列管的物质那这个催熟香蕉这个乙炔气它目前它还没压力没到达2公斤嘛所以它这个不是列管的物质。但是乙炔它本身它如果把它加压以后储存以后那它就有可能会牵涉到我们这个管理办法所以这个管理办法同学稍微要注意一下，它是我们管理的这个可燃性的一种气体可燃性的一种气体的OK， 那我们来谈谈乙炔它有什么样的危险性乙炔的化学式是 C2H2 C2H2 那烃类的化合物烷类它是最这个安定的那烯类普通，那到比较危险性的就是这个炔类乙炔这种东西。那它是直线型的结构所以看到中间2个碳的中间它有3个键的结合3个键的结合。那化学我们都有学过嘛有机化学这个化学这个键的这个结合这个部分我们都有学过。那3个键它是比较不稳定的说烷类甲烷CH4 甲烷它就是一个键一个键一个sigma键它就比较稳定这个多了这个2个键就比较不稳定，所以不稳定的话它容易产生一些化学反应甚至产生这个分解爆炸所以乙炔很容易产生分解爆炸分解爆炸所以乙炔压力到超过一定的压力以后，它会产生什么分解的反应，产生剧烈的爆炸，对不对？所以我们的高压的乙炔，我们的储存我们都把它通常把它溶解在哪里面
丙酮啊，丙酮啊，看到这个讲义里面有提到啊，丙酮，那通常是把它溶解在丙酮里面，然后这个溶解的这个丙酮啊，哈，还要把它储存在这个钢瓶里面，多孔性的钢瓶里面的哈，所以乙炔的这个危险啊，就是要靠这样子的东西来去处理它啊，它才能够降低下来，然后它才能够储存啊，能方便你运输跟使用嘛。那它本身啊，它有分解爆炸的这个危险性哈。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啊，那它为什么会产生爆炸？啊，这个案例就回到我们这个发火的原理啊。那东西要发火，这个东西发火了以后产生燃烧，然后慢慢渐渐扩大成火灾嘛。那你如果不要让它发火，那后面就不会有火灾了。那东西要燃烧，通常都是气体在燃烧了。那我们看到气体跟空气中的氧气混合哈，那它到达一定的条件以后啊，它就有具备了这种发火的要件嘛哈。所以我们火灾学课本有讲啊哈，发火要有2个要件嘛，第一个是组成条件，对不对？啊，第二个是什么？能量条件嘛哈。OK， 所以你看一下左手边的哈，燃烧范围跟爆炸界限哈，就表示这个气体它跟氧气混合哈，它必须到达一定的浓度嘛，那个东西就燃烧下限。那气体它通常以爆炸的形式去呈现，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爆炸的下限嘛哈。OK， 那这2个混合好了，会不会马上爆炸？不一定啊哈，没有能量给它不行啊。所以第二个条件是什么？第一个叫组成条件，叫组成条件。第二个叫什么？叫能量条件啊。能量要给它什么？最小的发火能量哦。那我们测它的发火能量，找到一个最小值啊，那刚好会发火那个能量啊，就是这个最小的发火能量啊。所以气体的发火的原理哈，就是这么简单而已哈。左边这2个混合以后，到达一定的浓度，然后给它一定的能量，就发火了啊，气体就用爆的形式来呈现。所以我们这个乙炔气体也是一样，乙炔是个可燃性的气体嘛。那它跟空气中的氧气混合了以后，到达一定的浓度啊，你再给它一定的能量，它就爆了哈。这是气体的发火原理。那我们回到了发火原理以后，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电土啊，它为什么爆炸？这个电土呢遇到水产生了乙炔嘛，那乙炔会跟空气中的氧气怎么样做混合，到达了爆炸下限嘛，就是燃烧下限、爆炸下限啊，这第2步嘛哈。那混合好了以后，它这个遇到一定的能量啊，遇到一定的能量，比如说什么？电冰箱有没有马达？有啊。那旁边有没有什么电器的用品？就是高温的这个物体啊，或者是天气太热了没有啊？晒太阳啊，有一些能量有没有啊？所以它会到达它最小发火能量，它就产生什么？就爆炸了啊。所以实质上它是不是电土本身在爆炸啊？不是哈。是电土产生的乙炔在爆炸，乙炔在爆炸哈，所以这个案例哈，我们讲电土爆炸了哈，其实是误会电土的啦哈，应该是乙炔的爆炸才对哈，乙炔在爆炸哈，所以它反应的流程呢，把它拆解来看呢，就这么简单的哈，电土跟水啊混合以后啊，产生了乙炔嘛，那乙炔跟氧气啊哈混合以后产生到达一个燃烧的下限，然后再跟这个提供它一点能量爆炸了哈，所以。同学，它是一个气体爆炸啊，是个气体爆炸。OK， 那我们怎么预防它？第一个电土可不可以跟水接触？不行嘛，所以只要跟水接触啊，潮湿啊，它没有跟它干燥的话，它就产生乙炔气。所以同学，我们去救灾的时候，可不可以涉水啊？当然嘛，不行啊，对不对哈？所以你去到一些储存仓库啦，这个看到很多香蕉，你要稍微注意一下好不好哈？或者像那个农民啊，你来这有的。温金蕉嘛哈，又在催熟香蕉哈，我们台语会讲温金蕉哈，他如果跟你讲有啊，你就小心了哈，不要随便喷水，好不好哈？第二个，如果已经跟水接触了，比如说它在空气中已经潮湿了，那你要加强通风哈，让通风，开门开窗嘛，开门开窗怎样让那个组成条件嘛降低，它就不会到达这个爆炸下限了哈，这个是从那个地方去处理它哈，它就不会爆。第3个要什么？要管制一些能量，好不好？不可以用火，不可以用电哦。你说我点个蜡烛行不行？不行啊，危险，对不对？第2个，开电风扇可不可以？开电风扇也不行啊，哈，开电风扇就会爆，对不对？有点能量的哈，也不要去避免它去摩擦它，或者是敲击、撞击它，这个都不行产生一点火花都不行啊，哈。所以这个电土产生的乙炔的爆炸，它跟什么爆炸很相似？跟瓦斯爆炸一样啦。跟瓦斯爆炸一样哈，我们回到前面这张发火方程式来看哈，气体发火原理哈，我们回到这边来看哈，瓦斯是不是一种气体？是嘛？所以瓦斯的本质是什么？瓦斯如果是桶装的本质是丙烷，大多是丙烷跟丁烷。那天然气呢？天然瓦斯呢？
那些瓦斯是甲烷嘛，那它跟空气混合了以后啊，到达了这个一定的组成条件嘛，对不对哈？所以甲烷会有一个燃烧下限吧，对吧？好，那我们火灾学课本有叫你算甲烷燃烧下限哈，那你这怎么计算就要复习一下哈。那考试有可能考乙烷或考丙烷嘛哈，那你要计算一下哈。好，这两个混合了以后，瓦斯跟空气混合以后到达一定燃烧下限，那结果你开电风扇。开电风扇就是这个三角形这个东西啊，你就提供它能量啊，你想把它吹散，结果没有，电风扇一动下去就爆了。所以我看过很多案例啊，比如说这个某个大学旁边那个便当一条街那个的送瓦斯的那个瓦斯破裂的那个漏气的造成爆炸啊，甚至有这个汽油油气造成爆炸等等它为什么爆炸？都是开电风扇啊，都是开电风扇，好不好所以我们不要去开电风扇了好，所以禁止用火用电，用火用电禁止避免敲击、撞击、摩擦，好不好所以那个我们同学去看到这个民宅里面接获一些抢救案件，有没有？那听说里面什么开瓦斯自杀，结果你去到他家的门外面的铁门那边就拿着敲门器、开门器就开始敲了有危险危险敲击、撞击、摩擦就有可能产生一些火花如果刚好里面的瓦斯泄漏，刚好有一定的浓度了，刚好别那个你就很容易造成死伤所以这个带队官要特别注意要拿那个什么气体侦测器去测嘛，测它有到达一定的浓度如果哔哔叫，离它远一点离它远一点。OK， 好了，那针对这样子的案例，我们给同学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模拟试题简单的一个模拟试题这个模拟试题写这个据媒体的报道某个农民使用这个电土点头在催熟这个香蕉结果不慎造成爆炸请你回答下列这几个问题第一个电土的主要成分为何电土的主要成分就是碳化钙嘛，对不对碳化钙那它的化学式是什么这个我们简报里面都有这资料你大家再复习一下，前面都有第二题电土是属于何种公共危险物品？管制量多少公斤这前面有讲过了第三个，遇到水的时候会产生何种可燃性的物质请列出化学反应方程式来说明。OK 了要告诉你这个化学反应方程式要列出来你把它写出来嘛第四个这个案例最可能爆炸的原因是什么请列出反应方程式说明就是前面讲的嘛那个乙炔气遇到氧气你给它这个能量爆了，对你要把这个化学反应方程式写出来第五个，假如你是辖区的消防队员、消防人员你要跟农民宣导预防火灾嘛防火宣导，那你要宣导他使用电土在催熟香蕉的时候注意哪一些事项避免这种类似的事情再发生那所以你要跟他提醒一下这个重点我们简报里面都有同学去回忆一下答案都在我们前面那几张这个讲义里面所有同学去回忆一下就可以了OK， 那最近开始准备要这个身份证考试有没有里面有这个几个科目有没有？像这个消防战术啦这个火灾爆炸这个理论实务有没有那一科火灾爆炸这就是爆炸嘛这个时事题也不错万一考出来了你刚好利用这机会花个几分钟把这题复习一下如果考出来刚好被我们猜对了你就赚到 OK， 好了，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电土这个造成的这个爆炸的案例跟大家做个简要的说明都希望能够对同学有一些帮助。那同学如果还有一些问题的话可以跟我们的小编联系，那我们都很乐意来帮同学做个解答跟说明那我们今天的说明就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